在一个黑暗阴森的小镇，一个家庭的噩梦即将来袭。这对夫妻正在享受着他们的幸福生活，二人正准备迎来第一个孩子。然而，伴随门铃声的响起，这个宁静而又美丽的夜晚即将被打破。突然间，一个橡胶面具人出现在他们家门口，夫妻俩以为是自己的好友前来拜访，于是便将其让进了屋内。可是门铃声又再一次响起。很奇怪，这个才是他们的好友，那刚才进来的又是谁？两个人正处于猜疑之时，面具人上前，酷刺一下就给他来了个透心凉，把好友吓得惊声尖叫。但面具人只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，便放走了他。而当老婆从屋内走出来时，却发现了让他肝都直颤颤的一幕，吓得撒腿就跑，却不料脚底一滑摔倒在地，接着门缓缓地被关上。此时的屋内正上演着一场屠杀。随后警方赶到了现场，案发现场惨不忍睹，凶手并没有逃离，抱着从孕妇腹中抛出的婴儿，伴随着阵阵的哇哇哭声，本片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。来了，一部七宗罪式的惊悚悬疑犯罪美剧来袭。整个小镇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不看到最后你根本猜不到凶手到底是谁。镜头切换到30年后，出现一个名叫莎拉的女孩，她就是那个当年凶手从腹中抛出来的孩子。长大成人后，带着自己的男友戴律回到了这个小镇。她的邻居似乎对她的回归并不感到高兴。当莎拉走进父母被害的老房子里时，她无法忘记父母惨死的过去。在镇上，她重逢了一些老朋友，可当她提及父母的案件时，所有人都刻意的避开这一话题，似乎都在隐藏着什么秘密。而男友戴律这边在镇上的一家报社内找到了一份当主笔的工作。莎拉的父母当年在家中被谋杀，只有被抛出的婴儿活了下来。现在宝宝已经长大了，回到了家里。这一消息当然要上报纸的头条。戴律明白了，这个小镇谋杀案每天都有可能发生，但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些遭遇噩耗而存活下来的那些人。当莎拉开车遇见了邻居胖婶的时候，好心想要捎带她一程，可迎来的竟是邻居的敌意行为，并出口对莎拉进行侮辱，说出莎拉的母亲曾经是一个不检点的人。莎拉不可思议地回到了家里，把这一事情告诉了男友。戴律劝她不要在乎这些，表示给莎拉一个惊喜。他在报社找到了一个视频，视频里正在审讯杀害莎拉父母的凶手，正在疯狂地咒骂着莎拉母亲，与白天的邻居口吻一样。本来是想哄哄女友，没想到适得其反。莎拉执意要自己去散散步，便独自一人来到宁静的小道上，遇见几个小调皮正在放着烟花，但危险并不在这里。当他走着走着，突然感觉后背发凉，似乎有人在跟着他。莎拉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去，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。小镇上天天都是万圣节，出现这样的人也不足为怪，但奇怪的是神秘人一直跟着他。莎拉愤怒地转身迅速，神秘人开始冲他奔跑而来，一看事情不妙，撒腿就跑，神秘人紧随其后。莎拉越来越慌了，加快了自己奔跑的速度。当他再次转身的时候，神秘人不见了，他四处张望。突然，男友戴律及时出现，还没等莎拉说完，男友就冲着后方寻去，撞见了刚才在路口放烟花的4名男孩。戴律想要用武力解决，莎拉劝说表示并不是己人所为。见到男友暴躁行为，很是不解，气愤地独自离开。但此时戴律站在原地看着远去的4个男孩。没一会，其中一个男孩骑车正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神秘人出现在他的前方，男孩被吓得摔倒在地。神秘人捡起了地上的球棒，一棒子将男孩打倒，接着上前又是一顿输出。数秒后，凶手拖着男孩的尸体向密林深处走去。画面一转，莎拉来到监狱，为了知晓当初父母死因，来到监狱找提莫谈话，同时诉说了自己没有父母的苦。提莫告诉他去家里地下室找录像带，便能知道你父母的一些事情。莎拉回到家后，直奔地下室走去。她四处翻找，搜寻半天无果后，猛然间看到墙上的画框，拿下画框后，果然这里隐藏着一些东西。接着拿出了录像带，放进摄像机观看后，知道了父母拍毛片的事情，并且发现其中一男配角正是隔壁家失踪已久的男人。男友回来后不见莎拉的人影，邻居胖婶告诉他，1小时前他看见莎拉非常沮丧地离开了这里。于是戴律开车打算去四处寻找，胖婶趁机偷偷地进入其家里，一通乱翻乱找，突然看见了莎拉未关闭的录像，视频里正是自己的男人，正和莎拉的母亲拍着毛片。他眼含冷泪地看着视频里的每一帧画面。这边戴律在马路上找到莎拉，原来莎拉看过录像带后心情很是糟糕，所以出来散散心。经过男友的一番劝说，心情好了许多。可胖婶这边的心情并不是很好，正借酒消愁，愁更愁时，有人按响了他家的门铃。他很厌烦地让外面的人滚开，可门铃声依旧没有停下来。气愤的胖婶走过来出来查看，打开门后发现门外并没有人影，他以为是别人的恶作剧。正当他准备回到房间睡觉时，感觉到房间有异样，于是慢慢地转过身，神秘人突然向他袭来，冲击力将他撞倒。胖婶奋力地在地板上爬动，神秘人轻松地抓起他扔到了床上，并用勒死狗将胖婶的手绑在床头上，接着绑好他的双脚，然后用小刀开始切胖婶的胳膊。这时就连马赛克都挡住。
正在看电视的莎拉仿佛听见了叫喊声，她顺着声音来到了胖婶家，按了几下门铃，没有什么反应，轻轻一推门竟然开了。她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，缓缓地来到了胖婶的卧室，突然看到胖婶惨死在床上，手脚被活活地切割了下来，道具做得还挺逼真。当莎拉干颤颤的要离开之时，一转身撞见神秘的凶手，惊恐中莎拉从楼梯跌落下来，撞击力迫使她晕了过去。神秘人并没有伤害她，只是在她的身上放了一本录像带。等莎拉睁开眼睛后，发现了自己被救躺在了医院，男友戴绿以及警长正在身边。莎拉告诉二人，跟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看起来很像，但并不是一个人。可疑的是，自从莎拉回到小镇后，又出现了戴着面具的刽子手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小镇上所有的人都显着那么的神秘。报社里的女社长，她表示这不仅仅是一起谋杀案，还是一个模仿者。莎拉带回来的男友戴绿，他的表情忽热忽冷，眼神中总是透露出一股杀气。大牧师和当警官的儿子，父子二人却是表现得那么友善，可又好像看透了什么。以及房产商贾斯汀过着逍遥又快乐的生活，还有整天失魂落魄的女人，包括正在服刑的凶手，他们好像都在担心着什么，像是都有自己的心事。在一片森林中，一对男女正在探讨人生。女人感觉附近有些不对劲，因为传说这附近常常有人失踪。在男人的再三劝说下，终于放下了心里所有的压力。当二人正要征战之际，突然从地下冒出一个诡异之人。好了，就到这里，下集见。我是红苹果 ，See you。一辆豪车中，一群靓男俊女正欢声笑语地前往舞会，却未意识到前方的桥上出现了一个女人，手持一块重达80斤的石块。当车行驶至桥下时，她将石块扔了下去，黄衣女子被砸中，生死未卜。此时，桥上的女人缓缓地转身，露出一副邪恶的笑容。来了来了！2023年之前又一部令人心惊胆战的悬疑惊悚佳作来袭，只有携带身份证的人才可以观看此片。影片一开始便是高能，这个男人看似英俊潇洒，却长了一副女人的身体。怎料老公不但不嫌弃，反而将她宠上了天。虽然有一个爱她的老公，却在网上结识了新欢。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突然停电了。她生气地走出店铺查看情况，却发现只有她的店里没有电。来到电箱这里，发现手腕粗的电缆被剪断。就在她怀疑之时，胡同一头出现个神秘人，手舞双刃，慢慢地向她走来。宝社见势不妙，撒腿就跑，一路跑一路追，吓得她失魂落魄。神秘人继续挥舞着双刃，不慌不忙地紧随其后。可没成想，宝社跑进了死胡同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神秘人不管3722，上前对他一顿输出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一个壮汉出现，阻挡了神秘人。宝社趁机溜进了屋内。第二天，莎拉到医院看望，因为二人都是儿时的玩伴。看着眼前这对亲密的夫妻，莎拉感到阵阵作呕，便转身离开。回到还未开业的画店里，莎拉发现有人给她邮寄了一封信，但是当她打开信封时，却惊恐地发现一根手指。警方和她的男友戴绿赶到现场，他们猜测凶手应该是最近频繁出现的刽子手所为。接着，莎拉发现信封上写有一串数字，但是却不知道这些数字的含义。难道凶手想要给她发出什么暗示？为了解开这个谜团，莎拉再次来到监狱，找到曾经杀害她父母的罪犯提莫。因为凶手最了解凶手，提莫猜测这串数字应该是一个坐标。莎拉上网一查，发现坐标离小镇不远。令他感到不安的是，害死他父母的仇人竟然对他关心起来。随后，莎拉按着坐标来到了一片小树林中，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山洞，将简陋的栅栏打开，颤颤巍巍地向里面走去，用手机照亮前方，突然发现了一具尸骨。没多久，警方们赶到现场。可疑的是，刽子手为什么让莎拉发现这具尸体呢？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？莎拉向警长说出从监狱里提莫那里得到的信息，他认为刽子手杀人就是因为人们犯下了罪，这些死者应该是触碰到了七宗罪。之前邻居胖婶是其中的愤怒，而七宗罪里对愤怒的惩罚就是活活肢解。但是警长不相信这一说法，因为提莫之前本身就是一个连环杀手。好友卡姆劝告莎拉要相信警方。莎拉与男友戴绿回到报社，与女社长开始分析案情。首先，莎拉的母亲几乎每晚都跟几个男人在一起拍毛片，而隔壁胖婶的老公在家里得不到的，都从拍毛片中得到了。但是这个镇子太小了，秘密总会传出去的。胖婶发现了自己老公谎称加班的那些晚上都在拍视频，她无法接受这一事实，开始发疯，拿起沙喷子将老公爆头。可是没有证据啊！那想要查清这一切的一切，就得从胖婶那里查起。贾斯汀这边来看望爱人宝社，这里有当警官的卡姆看守，他放心的离开了。可刚离开不久，医院突然断电了，宝社有了不好的预感，担心刽子手可能来这里杀他。卡姆表示去查看停电的原因，安慰好他便离开。宝社干颤颤的祈求老天能够保佑他。这时突然出现一个人影，不断的向他这里走来，吓得他大声喊，爬下了床，拉开帘子一看，卡姆按住了一个男人，同时电力也恢复了正常。原来这男人只是来送花的，让宝社虚惊了一场。
场，但花篮上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深表哀悼。卡姆心里一惊，原来刽子手目标并不是保社，而是贾斯汀，并立即通知给警长。这边的贾斯汀正在举办聚会，当警长还没来得告诉他这一事情时，贾斯汀开始上气不接下气，马上就要断气，说时迟哪时快，突然口吐白沫，瞬间摔倒在地，七窍流血，几秒钟后身子咔嚓一声向上一挺，领了盒饭，死状惨不忍睹。在场的人被这突来一幕惊呆了，先是肢解了胖婶，在保社身上划了一刀又一刀，可却没要他的命，而贾斯汀却因中毒身亡。莎拉带着疑问再一次的来到提莫这里寻找答案。提莫分析出凶手用了一个魔术师的手法，让你盯着这边，而他在另一边开始杀戮。可是七宗罪的惩罚里没有毒死这一项啊，那要看是什么药。检测报告上显示是老鼠药，这就对了。圣经里对于贪吃的惩罚是强迫人进食老鼠、蛤蟆和蛇等，凶手将老鼠药代替了老鼠，可给贾斯汀定罪为贪吃很没道理啊，他又不是贪吃的大胖子。原来贪吃不是指食物，而是消费享乐、铺张浪费。莎拉这才明白，贾斯汀是地产大亨，每天都花很多钱，他肯定犯下了一些罪行，才致使刽子手对他私自动用刑罚。也许这对于这个小镇的杀戮才刚刚开始，因为这里每个人都有着要带进坟墓里的秘密，不惜杀人来掩盖自己的秘密。可这些似乎又与莎拉有关。不过警长这边抓到了一个名叫比很美的女人，声称在其家里发现了大量的老鼠药，同时跟贾斯汀又有生意上的来往。但是莎拉认为，如果抓错人了，那刽子手就依然逍遥法外。保社告诉莎拉，贾斯汀曾经买了一块地盖房子，但当时有一家人住在这块地，是一间违章的房子。贾斯汀买下这块地后就推平了这里的一切，这家人最后无奈搬到了一栋破旧的房子里，这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电，所以这家人就用煤气来取暖，结果一家人全部煤气中毒窒息而死。可是贾斯汀只是买下了这块地而已，刽子手不能是因为这件事才毒死他的吧？这时莎拉回想起提莫说过的话，也许就是因为这件事致使贾斯汀惹来了杀身之祸。还没等莎拉查出个所以然来，这边又有事情将要发生。莎拉的外婆听到了小镇上的传言，刽子手开始惩罚那些犯过错的人，便找到莎拉，对其诉说了年轻的时候她喜欢的男友与同班的女同学焦妮好上了。于是趁着焦妮开车路过桥头时，她将石头扔了下去，可没成想砸偏了，正好砸中另一个女同学。焦妮侥幸躲过一劫，但被砸中的女同学由于头骨碎裂导致终身瘫痪，她怕遭到惩罚，所以找到莎拉解决。莎拉开车想要将外婆送出镇外，却不料半路遭到一辆皮卡的撞击，导致车无法再继续行驶。莎拉觉得逃跑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所以要带外婆回到镇里寻求警官帮助，但外婆不想说出她曾经做过的事情，气得莎拉独自离开。可是没走出多远，就听到几声枪响，她料到外婆可能出事了，于是急忙冲外婆的方向跑来。这边刽子手果然出现，将外婆绑走。等他醒来后，发现脚脖子被锁链子拴住。正当惊慌之中，戴着面具的刽子手走了进来，狰狞地看着他。好了，我们下集见，我是红苹果 ，See you。